黄金到底要涨到哪里去呢？今天带您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知玉，今天来跟大家聊聊黄金，接下来到底会涨到哪里？之前有一句话讲啊，你要投资黄金啊，叫做炮声一响，黄金万两。但是呢，现在我要更正这句话，黄金呢，未来你应该要叫做美国一倒。黄金万两，为什么？因为呢，黄金最近涨跟美国政府很有关系。好，我们先来从头慢慢说起哦。先来看近来，黄金呢其实已经涨好一段时间了。那你说到底都是谁在买？背后最大的买家其实很多是央行。最早的这个黄金开始一路往上的时候，是各国央行不断买哦，把它给买上来的。但是呢，后来这一段冲很快的。就跟美国政府很有关系了。好，我们来看这个央行怎么个买法哦。其实呢，一直以来中国买很多黄金哦。那中国买黄金当然有它的一个，除了投资或者是经济或者是国家布局之外，很重要的就是整个全球布局。当中国跟美国的关系没那么好，当中国看到俄罗斯会被制裁，当中国觉得有一天我可能也是那个被制裁对象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好好的保住我的国家正常运作，开始大量的买黄金，卖掉了美国的公债嘛，在做这样的一个挪移转换。好了，那中国持续买。那当然呢，中国在发现它跟美国是地球两端的时候啊，在两极化的一个状况底下，中国开始要建立一套自己的一个金融体系，建立一套自己的一个游戏规则，所以你就看到了中国最近很多在做的事情哦，慢慢的未来会朝向你以后可能可以理解它变成美国带着很多的国家，大家有一个游戏规则，然后中国带着自己的一些朋友们有自己的一个游戏规则，不太一样，那可能会有同样两套。好，那我们来看到中国在最近做什么？中国最近去争取一个地位，它什么地位呢？它争取叫做外国央行的黄金储备托管国，这很有意思。很多的一些国家，他买黄金，买他的黄金储备，但是他没有放在自己国家。很多国家会把他自己的这个买的黄金储备放在美国，有的会放在英国，有的会放在瑞士，很妙吧？放在其他的国家，maybe 也是这个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之类的。好，那现在呢，中国也希望可以成为那个国外的一些其他国家，你可以把你的黄金储备放在中国。好，那放在中国做什么呢？放在中国，如果中国有这样的地位的话，你想想，现在美国是这样的一个地位，它有非常多其他外国的一些黄金储备在它的国家里面。然后呢，这些黄金储备我怎么跟你算？我到时候怎么还你黄金？用美金来计算嘛那现在呢，中国希望可以做这个外国央行的一个黄金储备托管国，他也希望可以这样做。我帮你们保管你的黄金，我会保管得很好。然后呢，你怎么跟我计算？用人民币来跟我计算那当然这也是人民币要国际化其中一环。然后他也希望可以在黄金这个流通市场当中可以有更多的话语权那希望呢可以在这个金融基础建设当中，特别在黄金这一项呢，中国也可以扮演一些角色好了，那于是呢，你就看到中国自己买很多嘛，对吧？中国到底买了多少黄金现在有两个数字，一个数字是中国自己公布的，他说我拥有7402万盎司的黄金储备，但是呢，世界上有一个叫世界黄金协会，这个世界黄金协会呢，它就会去记录，到底这个金卖到哪里，卖到哪里。世界黄金协会公布的数字，中国有更多黄金。他说呢，中国呢拥有2298吨的黄金，比那个中国自己公布的还要再多，大概多个1-2成。他就想说，那么多黄金，是不是偷偷藏起来，不要告诉别人好，所以你就看到，反正不管多少数字，都是一个天文数字，有好多黄金，而且呢，持续还在增持当中。中国已经连续10个月都在增持黄金，继续买了。所以你就看到黄金的价格也是一路的往上飞嘛，对不对？飞到不得了。那近来呢，关于中国的黄金产业有一个新消息，中国呢有一个这个可以说他们的矿业第一股，紫金矿产，近来呢把它旗下的紫金黄金这个业务呢独立出来。另外上市了。好，那这个呢直接上市呢，哇，它不得了，分拆上市之后
股价大喷飞，股价大喷飞呢，它第一天大涨了60%，而且它的市值呢，现在已经来到了3000亿港币了，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个紫金黄金啊，这个一上市，大家就开始不断追捧。当然也刚好是搭到了现在的一个顺风车嘛，大家不是说在风口猪也会飞嘛，对吧？现在就是黄金的风口，所以呢，这个一上市就飞了嘛。那紫金黄金呢被独立出来之后呢，它就是专门做黄金相关的业务。那紫金矿产呢，它就会开始努力的经营战略矿产，比如说像这个铜啊，像锂啊，对不对？像类似这样的，可能跟国家安全比较重要相关的一些这个矿产就会留在紫金矿业当中。他说呢，这样把两个分开，战略物资的部分。你就想嘛，以后可能跟美国有很多的不开心摩擦，那万一紫金矿产要被制裁什么的，不要影响到那个会赚钱的紫金黄金，好不好？所以就把它分开来。好，那我们来看它分开来之后呢，你就发现这个紫金矿产这家公司不得了，很厉害。紫金山呢本来是一个也是矿。但是呢，一开始大家在那个地方探测它的时候，不觉得这个紫金山里面有这么多金矿。好，那是一个人哦，大家叫他中国金王，叫陈锦和。然后呢，他就发现他是念地质探勘的，他就是专业。他就说这个地方有非常多金矿，我有本事来把它开采。然后那个时候国家本来就觉得，这个地方没有什么这个开采价值，就把它丢给地方政府。那这个金王陈锦和他就说，我来当总经理，我来想办法。他还开发了一个比较省钱的方式，到这个地方来开采金矿。后来真的发现这个地方有200万吨金矿，哇，很赚钱呢。那后来这个地方呢，就看到了慢慢做起来之后呢，这家公司也就上市了，叫做紫金矿业嘛。紫金矿业呢，它现在呢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矿业公司，因为它不仅仅是在中国开始挖矿，它已经开始并购国外的一些矿产。国外的一些矿，比如说呢，他买到非洲去啊，他买到欧洲去啊，然后他买到这个塞尔维亚啊，那个欧洲那个地方，然后呢，他在这个中国这个紫金矿业是中国矿业在海外投资，应该算是首屈一指，非常厉害，买非常多的矿在海外。那有很多大家也都认同它是中国借由紫金矿业在国外的一些战略布局，然后去拿到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矿产的一个所有权哦。好，那先这些你就看到紫金矿业未来他们反正已经2个分拆出来了，所以黄金归黄金，矿业归矿业。以后我们来看他们2个不一样的公司会有不一样的一些战略的发展嘛哦。好，那我们讲回黄金了，我们来看黄金最近这个涨翻天哦。你知道黄金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指数，叫做黄金的购买力。他会用黄金去比各项商品，然后来看这个黄金可以买到多少那样的商品，这是很有趣的比较。好，我们看慕尼黑的这个啤酒节，他们就最近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比例，黄金比啤酒。好，这个比例呢来到了新高啊。他说呢，你这个1盎司黄金可以换186杯啤酒，很厉害。其实啤酒啊，在慕尼黑啊，它已经卖的比去年还要更贵了。通膨嘛，结果呢，黄金涨更厉害，所以呢，你这个黄金购买力啊，今年在这个慕尼黑，哇，不得了，可以买到比去年更多了38杯的酒，喝到你不要，喝到倒地不起。好，所以呢，你带1盎司黄金去，你就可以杀遍四方。喝到饱。好，所以呢，这个黄金购买力啊，现在来到史上新高。那当然呢，是因为黄金的价格真的很高嘛。那继续我们带你看，那这么高对吗？通常我们怎么衡量这些商品？那矿产你怎么衡量它嘛，对吧？那除了这个供需之外嘛，还有采矿的成本嘛，生产成本嘛，商品通常会这样定价，生产的成本啊，然后我加一些行销费用啊，加这个加那个，然后最后一个定价嘛。现在的黄金呢，我们来看专家说它已经完全偏离了那个边际生产成本，已经来到了一个随便喊的一个状态啊。好，我们来看现在花旗银行说啊，这个黄金应该会到4000，然后呢，这个小摩说会到5000，然后他说有个前提，他说因为现在啊，这个美国联准会啊，正在有一个独立性的一个这个考验拉锯。他说如果真的大家觉得联准会没有独立性了，哎呀，不得了了！现在呢，他觉得会在这个很短2个季度之内啊，黄金的价格就会飙到5000去了哈，因为大家觉得要避险嘛，觉得过去的避险商品大家就是要么黄金，要么美债，但是呢，现在美债啊，大家已经觉得越来越不信任它了，对吧？大家觉得
美国你看一天到晚财政危机，一天到晚这个债务那么高，然后一天到晚要发债，那这个公债还是跟以前的公债那么样的有可信度吗？以前大家觉得美国就不会倒啊，那现在时不时的你就觉得美国一下子又债务危机，一下又两党内斗，然后一下又这样那样的，所以他们觉得美国公债的一个可信度没有以前那么高，所以呢，当这些人在要避险的时候，他们不再买公债，亦或是不再买那么多公债，多出来的资金到黄金来，这个时候你就看到黄金喷上去了。所以呢，你就看到了不仅仅是黄金喷上去，贵金属当中的白银，大家看过那本书《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他已经不断的在这几年告诉大家买白银买白银。他今年更讲，他话讲得很重，要听不听随你。他说，接下来的投资各自保重，但是请你买白银。他说你买白银呢，他就说我可以让你明年涨5倍这么多，你不要买没关系，你自己保重。你看这个作者很有意思哦，他就说白银，但其实白银最近也真的涨蛮多的哦，都被黄金一路的往上带上去了哦。好，那我们就来好好讲讲为什么我们刚刚开头会告诉大家，以前是炮声一响黄金万两，现在要美国一倒黄金更万两亿万两。好，因为呢，过去我们如同刚刚所说，黄金就是一个避险商品哦。那避险商品在什么时候需要避险？所以以前会讲这个炮声一响黄金万两嘛，战争的时候要避险，所以战争的时候大家会去避险，去买黄金，去买美国公债，因为我们觉得美国没事，它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好了，那现在你看到美国的状况是什么？美国的状况是啊，它的一个债务危机到了一个很难想象的一个状态。然后呢，你说要降息解决它一些还债的一些压力，降息的一个速度又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快。那于是呢，当美国的公债不再有以前那样的一个非常高度的让大家信赖感的一个状况底下，所有的资金涌入黄金，所以黄金又持续在涨。那你再继续看，最近的美国又更让大家忧虑他的政府的状况，因为时不时又说他要关门了啊，这个钱付不出来了，然后呢，这个联准会内部呢又一直人事的一个动荡，让大家觉得它的独立性的问题，这些呢都会影响到避险资金想要把钱放到更安全的黄金这个商品当中。所以呢，我们可以预测接下来的黄金一定会继续往上飙升。只要你看到美国还一天到晚有那个消息说，哎呀，我要关门了，一天到晚你听到那个债又要多发多少了，然后你一天到晚又要听到说，哎呀，他的那个债息真是不得了了，他一年光是付利息就付到不行的，哇，那你就继续放心买黄金吧，因为黄金呢就会是现在呢这么多的一些这个高资产或者是大国家当中觉得更安全的避险标的。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黄金会飙到哪里去。就是今天帮大家这个统结了一下，到底黄金你应该怎么样的投资。希望你喜欢咯，我们下回见，拜拜。